我要举报江总监私用公司豪车，应该立刻开除。江总监，让你爸坐公司的顶级轿车去医院，是不是特别有面子？你今天开跑车去逛街，明天开越野车接亲戚，后天又拿商务车当保姆车。公司现在正在降本增效，你倒好，把公司的豪车车队当成自家的免费车库。我打听过，江总监老家是小县城的，家里条件一般，是不是穷怕了？看见好车就想占为己有？这5辆车是我当初借给公司充面子的，时间长了，大家都以为这是公车。江婉晴，车队是公司接待资源，不是你炫耀的工具。从今天起，你把车钥匙全部交出来，配合公司调查。他不是糊涂，是在装傻，想借着沈娇娇的手，把我的私有资产彻底吞进公司里。周总，你确定要按公司资产来处理这5辆车？当然，公司的规矩不能破。希望你拿得稳。想吞我的车，得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开。扣除本季度奖金26万，暂停运营总监职权，配合调查。沈主管，以后车队就归你管了，厉害啊！我就说吧，整顿职场这条路走对了。江总监，哦不对，现在你被停职了，我该叫你江婉晴了。处罚单财务已经打出来了，麻烦你签个字。以后你再想威风，想用车，记得先来找我贴深表。不过批不批，那得看我的心情。等等，拿去交差吧，沈主管。死鸭子嘴硬，你还想翻盘不成？周总，您看看这个。吓唬谁呢？他现在连车都没了，还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周总，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江晚庆那个人您是知道的，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儿。他签了这个字，好像不是认爬，而是在留证据。把这些破烂全都给我扔出去，看着就碍眼。那个护腰坐垫，还有后视镜上挂的平安符，全都给我扯下来。后备箱那些茶叶礼盒，全给我扔进垃圾桶。沈主管，这不行啊，这些都是江总监的私人物啊。平安符是他爸求的，茶叶是客户送的，不能随便扔啊。现在车队归我管。一个穷酸修车工求的破符，排在豪华轿跑里也不嫌丢牌面，赶紧清空！我要拍张干净的照片发朋友圈。对付这种没脑子的人，吵架最掉价。有人擅自处理我的私人车内务，连同之前的造谣诽谤一起存进证据库。位置是挺好，就怕你坐不稳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破车怎么启动不了？婉晴啊，坐。昨天的事你别往心里去。公司现在规模大了，几百号人看着，必须规范管理。娇娇年纪小，说话直，但出发点是为公司好。我这个当老板的，总得一碗水端平。打个巴掌给个甜枣，想让我默认车队归公司所有，吃下这个哑巴亏。周总，既然要谈规范管理，那我们就按规矩算算账。过去2年，5辆豪车的商业险交强险42万，常规保养大修16次38万，
加上油费、过路费、车辆结旧占用成本，总计315万。婉晴，你这账算的就没意思了。咱们可是老同学，当年一起创业的感情，是用钱能衡量的吗？伤感情？周启明，昨天你当着全公司的面扣我26万奖金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怕伤感情？你纵容实习生污蔑我公车私用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起来我们是老同学？周启明没有和解的意愿，不用等了，准备起诉材料，我要让他把吞进去的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。明白，江小姐，律师函今天下午就会送达。小娇，这次秦董的接待任务全权交给你，这是你上任后的第一场轰炸，一定要办漂亮。周总放心，咱们有那么多豪车，有专业司机，我肯定比某些只会摆老资贵的人做得好。哎呀，抢了你的大客户真不好意思。等我拿下秦董，这公司的副总位置估计就是我的了。秦董最讨厌别人迟到，也最讨厌不懂规矩、自作聪明的人。你最好祈祷下周一你的车队能准时接到他。钥匙在我手里，车在车库停着，我还能接不到人？你就是嫉妒我抢了你的风头！他不知道，接待秦远山这种级别的大佬，靠的从来不是几把车钥匙，而是对每一个细节的极致把控。而他什么都没有。沈娇娇、周启明，你们不是喜欢抢豪车吗？下周一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用5辆开不动的铁王八去接你们最大的财神爷。陈叔，你今天开顶级轿车去机场接秦董，空调打到24度，熏香换最贵的那款，谁要是给我掉链子，明天就滚蛋。是。沈主管，这车启动不了，屏幕说权限异常，被锁死了。让开！哟，沈主管，这都几点了？你的车队怎么还不出发啊？江婉晴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车队归你管，你连车都发动不了，问我做什么？我一个被停职的人，可没这个本事。你们云顶礼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秦董的航班已经落地15分钟了，建州车连个影子都没有。秦董，您消消气儿，今天这事儿真是个意外。意外？连几辆接机的车都安排不明白，我看下半年的合作也没必要继续了。秦董，这事儿不怪我们公司，是他，那个被停职的江婉晴心怀不满，故意破坏车队系统，想搅黄您的接待。对对对，他一定是报复我们。周启明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敢当着秦董的面撒谎？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5辆车，每一本绿本上印的都是我江婉清的名字，购车发票是我开的，保险是我交的。你们说我公车私用，可这5辆豪车从头到尾都姓江。周总，你拿别人私人车来给自己撑门面，现在还反咬一口骂车主占你们公司的便宜，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够响的啊！秦董，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一点误会。当年这车确实是江婉晴买的，但我们公司也给了她补偿的。补偿？3年了，油费、保养费、保险费全是我一个人在掏。你不但1分钱租金没给过我，还纵容实习生污蔑我公车私用，甚至扣了我26万奖金，逼我交钥匙。
秦董，我真不知道这车是江总监的，我只是个实习生，都是周总让我这么干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够了，我秦某人做生意最看重人品。江小姐当年拿自己的车帮你们撑起公司，这是大恩。你们现在做大了，连恩人都能背刺，这种公司我不敢合作。通知法务部，立刻终止和云顶礼宾的所有合作合同。江小姐，我第一次来云顶就是你亲自开车接的，你的专业小心我一直记在心里。我手里马上要启动一个新项目，正好缺个懂规矩的总负责人，有没有兴趣来帮我？谢谢秦董赏识，等我处理完这里的烂摊子，一定亲自登门拜访。周总，我的车今天就全部开走了。至于你欠我的300万，账单和名誉随意费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我的律师明天会亲自来找你谈。顶级轿车，外观无损。跑车，右侧车门有道新划痕，拍照留存算赔偿证据。原来江总监根本不是占公司的便宜，是公司一直在吸他的血啊！周总也太不要脸了！你们瞎嘀咕什么？信不信我马上开除你们？沈主管，您还是先操心操心您自己吧。秦远山当众翻脸的消息已经在圈子里传开了。什么叫取消合作？喂，李总，李总！那些原本看秦远山面子才合作的客户纷打来电话要求取消合作。没有了江晚晴，没有了那支撑场面的车队，云顶礼宾瞬间被打回了原形。关于江晚晴总监公车私用一事，经核实纯属内部沟通不畅导致的误会，现撤回处罚决定，恢复职位。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。满篇废话，通天不提车是我的。只想用误会偿清，把黑罗甩干净，还想用恢复职位来稳住我，让我继续给他卖命。想得美！周总，我接受公司规量制度，但绝不接受你这种偷换概念的把戏。第一，车是我个人全管购买的私有财产，不存在公车一说。第二，这不是误，是蓄意造谣和恶意侵占。第三，我要求公司和沈娇娇本人在24小时内发布正式公开道歉信，否则我将追究法律责任。这封邮件发到了每一个员工的电脑上。江晚晴，你不给我活路，那大家都别想好好。初入职场，因为举报高管公车私用，遭到了资本疯狂的打击报复。我只是想维护公司名义，难道我错了吗？江总，您快看短视频平台，沈娇娇在网上造谣您，她把陈叔扔您东西的视频剪辑成了您仗势欺人、霸凌底层的恶霸，现在视频点赞都破10万了。
评论区全是在骂您的。家人们，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实习生，我实名举报公司女高管公车私用，可我没想到资本的力量这么大。他不仅没有受罚，还找人报复我，逼司机把我东西扔出车外，威胁我在这座城市混不下去。难道我们普通打工人就活该被踩在脚底吗？江总，我们要不要马上发声明澄清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您的名誉全毁了。不用急，让他继续说。现在澄清只会被当成是自资本的掩饰，根本没人信。他现在跳得越高，等会儿摔下来的时候就越惨。王律师，立刻对这条视频的所有播放量、点赞量、转发度和评论进行工信管，顺便查一下他买流量的流水记录。明白，江小姐，他这已经构成严重的诽谤和名誉侵权了。按照现在的传播量，足够他进去蹲几天，外加赔他倾家荡产了。好啊，那今晚我就让你死个痛快。谢谢家人们的支持。那个江姓女高管不仅抢走了公司车队，还要逼老板开除我。我家里还有生病的奶奶要养。对不起大家，江晚星在公司一手遮天，硬生生把车队据为己有，我们公司的大客户全跑了，几百个兄弟姐妹马上就要失业，他这是要逼死我们整个公司啊！情绪铺垫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收网了。你以为买推广就能掩盖真相？数据不会说谎，用户更不会。这一次，我们把证据摊在阳光下，看谁在说谎。家人们，别被他骗了，那些证据肯定是他批的。那明明就是公司的车，是我亲眼看到他把车钥匙拿走对的。对对，我们公司已经报警了，法律会制裁他的。还在死鸭子嘴硬，没关系，我早就准备好了后手。婉晴啊，老同学求你了，明天齐董要来，公司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，你那辆顶级轿车能不能借我撑撑场面？就这一次，算我求你了，婉晴，你把那5辆车都挂在公司名下当接待车队吧，油费保养我全包，以后公司赚了钱，我分你1半股份。我操，还钱！这老板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求着人家借车，现在还倒打一耙，白嫖人家3年豪车1分钱不给，还敢说人家公车私用？就算车是他的，他也不能在公司里那么嚣张啊！他就是个欺压下属的恶霸！江婉晴，你是不是从小在县城穷怕了，逮着公司的便宜就往死里占啊？赶紧把钥匙交出来，以后你想用车得看我的心情。江婉晴，车队是公司资产，交钥匙吧。贼喊捉贼，自己想抢别人的车上位，还不来装可怜我后援助？诚信是合作的底线，远山集团永不与背刺恩人的企业合作，支持江婉晴女士维权到底。周总，请问您借用员工豪车3年不给钱是真的吗？别拍了，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，无可公保。远山集集团宣布与您终止合作，请问云顶礼宾是不是面临破产？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，江婉晶发的证据都是伪造的，他买通了公证处，我一定去法院告他。沈娇娇小姐，这是法院的传票和律师函。你昨晚在直播间和刚才所说的一切诽谤言论，我们已经全部做了公证保全。你刚才说江女士伪造证据，这句话也会成为起诉你诽谤的新证据。你准备好面临有期徒刑和巨额名誉赔偿了吗？
你怎么能这样？咱们家的建材厂被消防、税务连番查封，银行也停了贷款，你是不是想害死全家才担心？奖金说没就没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走，大家都别干了，找他算账去。周启明，你凭什么扣我们的工资？要不是你和沈娇娇作妖，远山集团的单子能黄吗？大家冷静一点，公司只是暂时遇到困难，我正在找投资。找个屁的投资！这3年，江总监为了这个公司付出了多少，我们这些老员工看得清清楚楚。那5辆车的油费、保养费，甚至连车险，都是江总监自己掏腰包买的。顶级轿车，外观无损。跑车，右侧车门有道新划痕，拍照留存算赔偿证据。原来江总监根本不是占公司的便宜，是公司一直在吸他的血啊！周总也太不要脸了！你们瞎嘀咕什么？信不信我马上开除你们？沈主管，您还是先操心操心您自己吧。秦远山当众翻脸的消息已经在圈子里传开了。什么叫取消合作？喂，李总，李总！那些原本看秦远山面子才合作的客户纷打来电话要求取消合作。可实际上，这笔钱根本没有打进我的账户，全被周启明以各种名目转到了他私人的银行卡里。他那副精英企业家的体面，全是用吸我的血换来的。江总，这属于严重的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真的不想跟着他一起去坐牢啊！你把这个交给我，算你聪明。你的事，律师会酌情处理。王律师，加上这些证据，够他进去才几年从人机了。江小姐，证据确凿，金额巨大，不是赔几个钱就能了事的了。我不靠吵架赢，我让规则替我说话。周总，我的律师没告诉你，现在我们只能在法庭上见吗？婉清，婉清，你听我说，咱们可是同班同学啊！我承认这次是被沈娇娇蒙蔽了双眼，只要你肯涉诉，我马上开除他，让你回来做副总，股份分你4成。周启明，你记得创业时苦，却忘了是谁帮你熬过去的。你拿着我的车去骗投资，拿着我的报销款去买名表，现在快要坐牢了，才想起我们是老同学。江晚阳，你非要把我逼到绝路，让我身败名丧，你才开心吗？路不是我逼你走的，是你自己的贪婪，把后路彻底堵死了。实习生沈娇娇未经核指，恶意捏造事实，污蔑公司高管江晚清，其个人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，公司对此事毫不知情。现决定将沈娇娇立即开除，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周启明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你让我捐款，我去大会上举报江晚晴的，也是你让我发短视频平台去网上卖惨的。现在事情败露了，你想让我一个人把黑锅全背了？保安，把这个闹事的人请出去。
沈娇娇，你只是个实习生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。证据呢？谁能证明是我让你干的？你在大会上大放厥词，大家可是有目共睹的。赶紧收拾你的烂摊子，滚蛋！别脏了我们公司的地方。王启明，你这个过河拆桥的小人！既然你不保我，想让我死，那大家都一起完蛋！我死也要拉着你垫背！娇娇，你明天就在大会上把照片放出来，咬死他公车私用。只要把江婉晴手里的车队名正如严的变成公司的，我马上提拔你做行政主管，以后公司的资源全归你管。原来这一切根本不是什么误会，就是老板为了吞员工财产精心策划的阴谋。周总，只要你帮我把江婉晴赶走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这两个人为了自保，彻底撕破了脸皮，开始疯狂互咬。你爆我黑料，我发你床照，整个互联网都被这场互相攻讦的闹剧惊呆了。感谢二位亲自为我自证清白。江总威武，这种烂人就该让他们互相毁灭。婉晴啊，网上的事儿我都看到了，干得漂亮。我这边新项目的资金已经到位，怎么样？你敢不敢跳出那个烂泥潭，自己做老板？江总，我们还是信得过你的服务，以后我们公司的接待全交给你了。早就该出来单干了，云顶那边我们早就不想合作了。婉晴，我说过，我只跟人品好的人做生意，这个单子就当是我送你的开业贺礼。江婉晴，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你能做李斌，我也能做。你抢走我的客户，我一定要全部抢回来。张总啊，你的专业我绝对信得过，但是刚才云顶的周总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们能提供一模一样的车队和服务，价格只有你的一半。你也知道现在大环境不好，能省一点是一点嘛。张总，礼宾服务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，便宜的从来不是服务，而是您要承担的风险。如果您愿意承担关键时刻掉帘子的风险，可以选择云顶。那今天下午接海外代表团的任务，我先让云顶跑一趟试试。没问题，祝您下午一切顺利。周总，你那边到底怎么回事？堵车，马上就到。江总，救命！云顶那边彻底拉垮了，你能不能派车救场？价格双倍给。陈叔，带一队去机场接张总。张总当晚就带着法务来到江婉晴公司，不仅签下全年合作合同，还给周启明发了律师函索赔违约金。周启明没赚到半价的钱，还赔了一大笔，脸都丢到太平洋去了。张总的单子让婉晴、李斌在圈子里彻底打响了名气。周五晚上，江婉晴亲自带队，负责接待一场顶级的世纪商务晚宴。大家看看，什么叫专业？江总做事永远把客户的感受放在第一位。这服务让人100个放心。而此时，宴会厅角落里，两个周启明派来偷学流程的员工也想上去献殷勤。你们是哪个公司的？没学过最基本的红酒礼仪吗？我们是云顶礼宾的。江总，今晚你的表现太惊艳了。下个月协会要举办年度礼宾服务人物评选，我代表协会正式邀请你作为候选人参加。各位评委看看，我们云顶礼宾可是有着3年历史的老牌公司，我们接待过无数大客户，经验极其丰富啊！估计是想借机结识大佬，翻身重来。周总，你这资料不对吧？你这上面写的远山集团接待案、跨国商会接待案，全都是你在云顶时期的业绩。
可是我们在江晚晴总监的资料里也看到了这些案例，而且江总监提供了这些案例的全部实仓记录和客户反馈签名。请问，这些大项目到底是谁做的？那是我们公司团队共同的努力，他江晚晴只是个执行的。周总，需要我把当初那些项目的策划书原状拿出来对比一下吗？那些方案，连标点符号都是我熬夜敲出来的。你一个连客户名字都能叫错的老板，也敢把这些拿来当自己的业绩？借来的车，你敢说是公司的？现在借来的牌面和业绩，你也敢拿来评奖？周启明，你这脸皮，防弹衣都打不穿吧？既然你们都说自己有实力，那就别看纸面文章了。接下来进入现场比拼环节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秀秀就知道了。假设你们现在要接待一位极其挑剔的客户，对时间要求极度苛刻，而且因为宗教原因，饮食禁忌非常多。现在，请两位分别给出你们的接待方案。这太简单了！对于这种大客户，我们云顶礼宾直接派出1辆顶级豪车组成的车队去接机。酒店包下全市最贵的总统套房，吃饭去顶级餐厅，绝对让他感受到最顶的尊贵。车内不用任何有明显香味的鲜花香水，提前用医用紫外线消毒，备好一次性无菌手套、鞋套，路线提前规划好备用方案，躲开早晚高峰。私厨按客户的宗教禁忌定制菜单，锅碗瓢盘全部换新。真正的礼宾服务是让客人感到舒适和被尊重，而不是让主人显摆自己的财力。周总的方案华而不实，漏洞百出，如果真的去执行，只会得罪客户。而江总的方案细致入微，无切可逼。我宣布，晚晴礼宾的江晚晴以满分成绩进入最终的年度大奖选选。至于云顶礼宾，淘汰。江姐，江总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！法院的传票我已经收到了，那笔名誉赔偿金我根本赔不起啊！我家里因为我厂子被查封了，我爸现在天天打我，要把我赶出家门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我连一份2000块钱的前台工作都找不到。江姐，你相信我，当初在大会上举报你，都是周启言逼我干的，我是被他利用了。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实习生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这辈子就这么毁了，求你撤诉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沈娇娇，你造谣我爸是穷酸修车工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你还年轻？你逼我交出车钥匙，在网上买流量网暴我，想让我身败名收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你还年轻？年轻不是你伤害别人的免死金牌，被利用也不是你作恶的借口。我不会撤诉，你该赔的钱1分都不能少，这是你为自己的贪婪和恶毒必须付出的代价。江晚晴，你怎么能这么绝情？你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吗？我跟你拼了！安静点，这里是高级会场，谁让你在这里撒烟的？原告江婉晶女士提起了财产归还和名誉侵犯诉讼。鉴于事实清楚，法院今天组织诉前调解，你们双方有没有和解的意愿？
有和解意志，婉晴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赔礼道歉。但是那300万的赔偿金实在太多了，公司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，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啊！你看在我们当年一起吃苦创业的份上，能不能少赔一点？50万行不行？江姐，名誉损失费我真的赔不起啊！我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放过我这一回吧。周启明，车辆占用费、保养费、全险费用，加上你挪用的报销款和名誉损失费，总值385万6千块。少1分，我们都不和解。既然双方无法达成一致，调解失败，资产冻结程序即刻进入强制执行。调解失败的第2天，法院的冻结令正式下达，周启明名下所有账户全部被单向冻结，只进不出，房贷断供，高利贷全都找上了某。债主堵在门口拿红油漆写满钱欠债还钱，他吓得躲进几10块一角的地下室。昔日的朋友全像躲瘟神一样挂断电话。为了搞到救命钱，他翻出唯一没被抵押的西装，厚着脸皮跑去5星级酒店，想找大佬借点钱。江姐，你相信我，当初在大会上举报你，都是周启言逼我干的，我是被他利用了。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实习生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这辈子就这么毁了，求你撤诉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沈娇娇，你造谣我爸是穷酸修车工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你还年轻？你逼我交出车钥匙，在网上买流量网暴我，想让我身败名收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你还年轻？年轻不是你伤害别人的免死金牌，被利用也不是你作恶的借口。我不会撤诉，你该赔的钱1分都不能少，这是你为自己的贪婪和恶毒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周总，你当初在全公司大会上，不是义正言辞地说离开你那个破平台，我什么都不是吗？既然你这么有本事，现在你自己进去试试啊！江婉晴，你非要这么绝吗？我们好歹相识一场。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他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。放开我！江婉晴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各位，这位就是晚晴礼宾的江总，也是我秦某人最信任的合作伙伴。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代表远山集团正式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晚晴礼宾将成为远山集团名下所有产业的唯一指定接待合作方。江总的规矩就是我秦某人的规矩。不盲目扩张，不接来历不明的急单，所有合作必须走正规流程，白纸黑字签好合同，付清屋付款，车队才能出列，绝不允许口头答应和人情赊账。江总，外面来了10几个云顶的老员工，说那边彻底垮了，想来投奔您，让他们去会议室等我。我这里不是做慈善的，收人只看2条规矩，第一看能力，第二看人命。你们几个没有落井下石，明天直接去人事部办理入职。江总，我业务能力在行业里也排得上号，只要您让我留下，我保证把云顶的客户全给您拉过来。
刘主管，你这习性不太好啊，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，你上个月在公司大群里是怎么评价我的吗？江总，我错了，当初都是周全逼我们表态的啊！我要是不顺着沈娇娇说话，他们就要扣我的绩效。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，房贷每个月1万多，我真的是跟风瞎说的啊！求您大人有大量，给我一口饭吃吧，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。刘强，人可以为了保住饭碗选择沉默，但你不能为了讨好新主子，主动跳出来踩我一脚。你踩着我的申言去向周启明摇尾乞怜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还有老婆孩子要养？人可以犯错，但不能一边踩我，一边还厚着脸皮求我救你。我的公司绝对不会收留你这种见风使舵的背叛者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请出去！江总，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周立明那边撑不住了，房租到期，物业直接把门给锁了。他现在正躲在二手市场，准备把他办公室里那最后几套破桌椅和电脑低价卖给收破烂的呢。周启明，你终于也走到了砸锅卖铁的这一天。沈娇娇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咱们家的建材厂被消防、税务连番查封，银行也停了贷款，你是不是想害死全家才担心？奖金说没就没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走，大家都别干了，找他算账去！周启明，你凭什么扣我们的工资？要不是你和沈娇娇作妖，远山集团的单子能黄吗？大家冷静一点，公司只是暂时遇到困难，我正在找投资。找个屁的投资！这3年，江总监为了这个公司付出了多少，我们这些老员工看得清清楚楚。那5辆车的油费、保养费，甚至连车险，都是江总监自己掏腰包买的。婉晴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承认，这3年我一直都在嫉妒你，嫉妒大客户只认你不认我。我被贪婪蒙蔽了眼睛，才干出那么糊涂的事情。婉晴，法院的判决马上就要下来了，我真的赔不起那么多钱，求求你撤诉吧。只要你放我一马，我愿意去你的公司给你打工，我给你当司机，给你当销售，我用下半辈子给你还债，行不行？按判决办。江小姐，判决下来了，周启明因涉嫌职务侵占和名誉侵权，需赔偿您车辆占用费、保养费、名誉损失费等合计385万，并在全省主流媒体上连续登报，向您公开道歉30天。此外，沈娇娇承担连带名誉侵权责任，需赔偿您个人名誉损失费20万元，并且必须在个人的所有社交账号上发布置顶的公开道歉声明，保留期限不得低于1年。判决一出，全网沸腾。法院的终审判决书像一道催命符，重重地砸在了周启明和沈娇娇的脸上。判决公布的当天下午，周启明公司的对公账户被法院彻底冻结，租用的办公场地因欠租被物业强制清退，周启明本人被列入严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连高铁飞机都坐不了，彻底成了一个寸步难行的老赖。而另一边，沈娇娇也迎来了她的现世报。在法院强制执行的压力下，她清空了短视频账号上所有卖惨视频，用那个曾经几十万粉丝的账号发布了一条置顶道歉声明，白纸黑字承认了捏造事实、恶意诽谤江婉晴的全部罪行，并附上判决书截图。操，原来真的全都是造谣。为了上位连底线都不要了，这种人就该让他把牢底坐扎。无数谩骂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沈娇娇，
他吓得直接关闭评论区，连门都不敢出。江总，我们要不要买点热搜，趁机再踩他一脚？不用理他，不需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，没必要再咬回去。把法院的公告转发到官方账号上就够了，事实胜于雄容。但对沈娇娇来说，这20万赔偿金像一座大山压在她背上。家里的建材厂被查封，他爸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，她身无分文，为了偿还强制扣款，只能硬着头皮重新找工作。他以为道了歉，换个公司就能靠年轻漂亮东山再起，却不知道职场上最忌讳的就是人品有污点的人。你的简历写得很漂亮，在云顶礼宾做过行政主管，有高端接待经验。我们的岗位要求很高，你能胜任吗？您放心，我绝对能帮公司把后勤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沈小姐，你在云顶礼宾的离职原因，简历上写的是公司倒闭，但系统显示你是因严重违纪被开除，还背着恶意诽谤前高管的法律判决。你能解释一下吗？那些都是误会，是以前那个女高管故意陷害我的。网上都是资本在操控舆论。我们公司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，一个为了上位敢在全网造谣污蔑上司的人，我们绝对不敢用，请你出去吧。接下来1个星期，他跑遍全市大大小小的公司，只要一查被盗，没有一家敢录用他。沈娇娇，客人来了你不接待，背过去干什么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欢迎光临。哟，这不是当初在网上哭着说自己被资本迫害的实习生吗？现在不整顿职场了，改行卖表了。江总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真本事和硬人品。那些想靠踩别人上位的人，最后只会摔得粉身碎骨。总经理，换个导购吧，他不够专业。江姐，江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江姐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法院每个月强制扣我工资，我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求求你免了我的赔偿金，我给你当牛做马报答你。沈娇娇，你这不叫知道错了，你这叫知道疼了。你网暴我，抢我车钥匙，骂我是吸血鬼的时候，你可没觉得自己有错。现在被情治执行了，找不到工作了，才想起来跟我认错。你的道歉只是为了不用还钱。我告诉你，那20万1分都别想赖掉，哪怕去捡垃圾，也得把公道还清。你被开除了，这个月工资全部扣罚，赔偿你今天给商场造成的名誉损失。秦董，让您见笑了，我们去楼上看看那套定制的茶具吧。江总做事雷厉风行，恩怨分明，我没看错人。江总，恭喜你啊！经过全省评委的综合打分，
晚晴礼宾获得了今年的年度最高礼宾服务大奖。颁奖典礼就在这周末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，请您务必盛装出席。江晚晴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能在聚光灯下当大老板，我却要在这里像乞丐一样捡垃圾？如果不是你，我还是云顶礼宾的老总，我还是千万富翁。你想风风光光的领奖，做梦！我倒要看看你风光到几时，我要给你送一份大礼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今年的年度最佳礼宾服务大奖获得者。晚晴礼宾创始人江晚晴女士上台领奖。江晚晴，你别得意，今天谁也别想好过。放开我！我要毁了他！你会后悔的。周启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防备最松弛？你这几天在会场外面踩点，你以为我的人瞎了吗？我早就知道你会来闹事，我就是在等你自投罗网。江女士，您之前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实了。周启明不仅涉嫌寻衅滋事，我们还查到他在破产前恶意转移了公司资产，涉嫌严重的经济渣诈。这次建额特别巨大，足够他判个10年以上了。晚晴，晚晴，我错了，救救我啊！抱歉各位，一点小插曲让大家受惊了。现在麻烦已经处理好了。感谢行业协会的认可，也感谢所有支持晚晴礼宾的朋友。3年前，我带着5辆车，想帮别人撑起一个梦想，结果我被背刺、被污蔑、被踩在极底。但那些杀不死我的，只会让我变得更强大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只想告诉所有人一个道理：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底牌轻易交给别人，靠别人给的体面随时都会被收回，只有自己赚来的底气，才是谁也抢不走的王牌。我叫江晚晴，我不是什么任人揉捏的软弟子，我是掌控自己命运的女王。